大家好 ，Windows 11正式上市到现在已经有2个多月了，不知道观众们有多少人已经升级了 Windows 11了？已经开始使用 Windows 11的朋友们里面，是否都已经适应了 Windows 11了呢？今天我们要来介绍2个可以自定调整 Windows 11的一个工具，应该对于提升我们在使用 Windows 11上面的一些习惯会有一些帮助。那以下我们就分别来介绍。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工具叫做 Windows 11 Fixer， 也就是它的一个调整的程式。那它的这个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它的关闭视窗它是显示成这一个加号所以它这个加号其实是关闭视窗的意思。那它的使用其实很直觉就是你只要针对你要调整的部分直接去选择好以后按最后下面这一个 Fix Windows 再重新开机，这样子它就能够依照你的这一些设定，就能够用新的一个方法来呈现。它可以调整的部分呢，包括了我们的工作列就是我们的 text bar， 我希望可以把它靠左边，那它的工作列的大小可以有大中小的选择。然后右键功能表，原先 Windows 11的这个显示更多的这个选项，还是不是要变成是跟 Windows 10一样，不需要变2层的功能表？等等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它的界面来做设定。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针对 Windows 11在使用界面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整的程式。那在我们安装了 Windows 11 Fixer 以后，我们安装完以后它会有一个捷径，那捷径的里面会有一个 data， 我们其实是到这个 data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找到 Windows 11 Fixer.exe 就可以执行了。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工具叫做 Windows 11 Debloater， 就是它的一个消肿的程式。那它的操作基本上直接执行它预先设定好的这一些设定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Essential Tweaks 以后，在右边就会出现执行这一个它的调整程式所需要的 PowerShell 的脚本的程式。那有了这个程式以后，我们只要直接点击这个 Run Script， 它就会马上执行。执行完以后的结果呢，会产生在这个 Output 这个栏位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它这边预设的10多个设定里面呢，来选择自己要执行的项目。比如说我要把 OneDrive 给解除安装，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Uninstall OneDrive。那另外它也有一些设定好的一些预先的设定项目，我们可以从这个 Options 里面来做勾选。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Debloat 的 Preset， 就是它预先设定好的项目。点击了这个以后，我们如果看一下 Third Party 或是 Windows App，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项目，它就会自动帮你勾选起来。像这个隐私权的部分，它也会做一些变动。那有了这一些变动以后，我们最后要产生可以执行的 PowerShell 的脚本呢，就是在点击这个 Output 这一个分页。它这一个名称其实没有定义的很好啦，应该这个 output 我们会想象成就是一个输出，但是其实它就是用来产生脚本的分页所以我们只要点击了这个 output 以后，再点击这个 output PowerShell， 它就会把刚刚我们这些 third party 或者是 Windows Apps 里面的有勾选的项目呢，产生在这个 PowerShell 里面。然后有了这个PowerShell 的内容以后呢，我们就是再点击这个 Run PowerShell， 它就会根据你刚刚的这些选择呢，马上产生出最后的结果。因此，假设说我们在 Third Party 里面我们有勾选这个 Install 7-zip， 到时候我们执行在 Output 里面 Run 了这个 PowerShell 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 7-zip 给安装起来。除了预先设定好的呢，除了有 Debloat 的 Preset 以外，也有 Windows Default 的 Preset 因此它这个都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来做勾选，勾选完以后也是一样到 Output 里面重新点击一下 Output 的 PowerShell， 再去执行 Run PowerShell， 就可以产生你最后需要的这些额外的第三方的这些软体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2个工具Windows 11 Fixer 跟 Windows 11的 Debloater， 那希望对大家在使用 Windows 11的体验上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